那么柯文哲昨天这个检察官要这个提他了哈，那拒绝。当然有2种可能嘛，一种就是身体不好，实在不舒服了；第二种就是说我就不去了。问来问去都问同一套，不去了，或者是说他担心最近像那个谁，这个朱雅虎都招了会不会要跟他对什么东西算了，不去了我选择缄默，就是不讲话那检方说好吧，很尊重他，说好吧。问了监狱方面说可能怕他身心出什么状况那择日再讯这暂时不找他那这个议员说他在演了操弄柯粉的情绪了让柯粉觉得哎呦好心痛我们市长变这样子那到底是赌气还是身体不好？为什么拒绝提讯？那资深的检察官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提你怎么可以不来呢？那蔡正元说他智商果然很高，为什么呢？说你检察官抗传即拘，我说可以拘你来，他已经被关起来还拘什么呢？那已经关在看守所，那你说我就是不去又怎样呢？或者我去我不讲话，保这个我这个缄默，行使我的缄默权，那你又能怎样？你有本事你提证据嘛？来，叶律师到底情况怎么样？这个情况多吗？不多啦，真的是蛮少见的。不过就是有点跟检察官摊牌啦，说不然你怎样嘛，反正我就不给你问了。好，类似行使缄默权的概念啦。那其实一般检察官的确他的讯问的技巧就是说可能会跟他讲说谁谁谁讲了什么，谁谁谁又讲什么，然后或者他什么都先不讲，先问你看你回答怎么样，然后再说可是你跟谁说的不一样，好，你这个讲法又跟谁说的不一样，然后造成你心理上面的恐慌，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说错话，然后可能接下来就所谓的突破心防，好，然后可能就会坦白。那我今天如果不去应讯，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啦。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下次要拘提你嘞。没有什么，他就是你刚刚您自己讲的，他都已经被压了，什么拘不拘？随便你知道，你就把他提过去好了，拘到地检署去，那我不讲话可以吗？你本来被告就有行使缄默的权利啊。好，所以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是摊牌了啦。好，那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我觉得检察官反正那个态度就故意找麻烦，我讲什么你都不满意，我就不讲算了。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朱雅虎因为他被收押，然后理由又是因为贪污治罪条例，然后又涉及到第1条、第3项、还有第4项的话，看起来应该是说李文忠是他行贿的对象，但是除了李文忠以外，后面还有一个人，那就看起来只有柯文哲嘛。好，然后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媒体，反正侦查一项不对，被告只对媒体公开嘛。好，说是透过这个什么7个金华城的职员，然后再去这个募款给政治现金到民众党，这些东西其实柯文哲身为主要的被告啦，检察官一定要问他的讲法。好，说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你的看法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他找员工来，我怎么知道这怎么回事呢？他一定可以这样讲，那检察官一定要问他嘛。正常状况，我如果要这样指控你有这件事，我一定要问你的意见，那你当然可以不说话，对啊。所以我想柯文哲就是想说，理论上说这个应该问沈进京的嘛，你的7个员工都是说你给他钱。陈建昨天又住院，又到医院去了，这已经受不了了。应该是说，如果今天捐给他钱，是我愿意捐，这件事情到底跟变成560%确定560%的容积这件事有没有对价关系？因为看起来时间点似乎是紧密连接，而且台北市政府在所有的行政诉讼上面，在560%的这部分都是赢的。为什么官司打赢了以后，你还要去在都委会做成决定，说我要把基准容积提高到560%，然后后面当然560%之上又再加了20%的容积奖励，那这个是柯市府必须要去说明的。好，为什么你明明官司打赢，你还要去做这件事？那这个事情其实只有柯文哲自己能解释啊，因为看起来旁边的官员好像也有说，彭正生好像之前在议会就讲过了，说这就是市长指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检察官一定要问他。不，现在基本上因为光靠这6个或7个，一个人30万，最多也不过210嘛。210，这有2种可能性啦。另外，就检察官一定要再问其他的，对就其他有没有？你到底你那个捐30万的都找来，政治现金，以及选举的时候9万9,900什么9万9,999， 10万以下的可以用现金然后呢，但是要具名的，把这些有具名的找来，问钱哪里来？大概那是很
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没看过大钱嘛，觉得200万就很多了嘛。不会啦，应小薇都4700，他什么？我想如果柯文哲知道应小薇拿了4000万，他一定很生气，可是他不见得知道啊。不会，我认为柯文哲不可能因为几百万就打动他。绝对不可能了啊！就是说，这个，但是也许我不知道了。假设是一部分呢，因为之前不是讲说，因为它容积率增加了，那所以呢房子盖多了，然后应该给奖金有4亿多，4亿多不知道跑哪里去了，4亿多就合理了，但是4亿多跑哪里去了？然后光是朱雅虎不是，如果也是照媒体报道，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就是说，光是搞定基准容积提升到560这件事，朱雅虎就拿到300万的奖金。好，那如果这样，我相信那另一边给市府的理论上应该要更高嘛，给柯市府的。玉芳兄，这不晓得了，因为这个，不过柯文哲显然真的是蛮有个性的人啊。当然，他这一招，他大概想要说，反正我再差就是这样子了嘛，我再惨现在就这个样子嘛，那我干脆站出来跟你对立，这样我还有点这个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对抗整个司法体系的那个味道，有点英雄那个味道，这个是符合柯文哲的。柯文哲不是一路上都想当英雄嘛，一路上都是这个讲话的时候都是这个天下大任为己任啊，有天下大治为己任，他是有这个气派的人。只是说这样的对抗，我认为检察官不可能说只约你这一次嘛，你拒绝他下礼拜再约你。他可以约你10次、20次，你每一次都拒绝，那你认为社会会站在你这边，还是站在检察官那一边？这可能就是一个他需要去考虑。到目前为止，他走这一步，我相信是检察官是吓一跳，我相信民进党是吓了一跳，很多人是吓了一跳。那对民众党怎么样呢？对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他们会觉得说啊，柯文哲显然就是冤枉的嘛。说他才敢这样子嘛，是会引起很多人的他的支持者的同情呐，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解，但是更多人会认为说，你可以对抗一次，你大概很难对抗很多次啊，好不好？到底对抗拒绝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柯文哲委任律师郑声元快步走上北检2楼，原本检方5度提讯柯文哲，但他却向看守所人员表示不愿出庭。前几次被提讯出来时，柯文哲的状态看起来都还好，却在这天忽然表示不愿应讯。律师郑声元在得知之后，11点就离开地检署，也不愿意多谈。但整个金华城案有所突破，关键就是他。朱雅虎收押前表情凝重，帮着护要进来，他坦诚行贿。到维金集团子公司鼎悦公司当董事长之后，负责打理金华城容积率项目。从9月5号柯文哲遭收押后，检方密集提讯，9月10号首度找柯文哲来说明，接着13号、18号以及26号，甚至第4度提讯2天后，马上就找来朱雅虎和柯文哲的大账房李文宗，2个人收押后第5次提讯柯文哲，但他不愿出庭应讯，相当罕见，检方似乎离狱，另定庭期。一般来说呢，检察官借提被告出庭应讯呢，被告大多数会配合，毕竟呢，在侦查阶段，检察官才是侦查主体。像被告这种案件呢，顶多是出庭时行使缄默权，因此呢，直接拒绝出庭呢，较为罕见。沈庆金被怀疑拿了4亿元当公关费，这笔钱到底流向哪？更不排除借由申报不实证据现金，透过李文宗把钱洗白后回流柯文哲，也就是在后续被查出的假账案。但柯文哲是真的身心状况不佳，还是心虚不想再面对检方侦讯？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因为现在其实柯文哲主席他在羁押禁见的当中啦，所以目前我们党也是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他当时会是拒绝出庭的，这个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我觉得，因为刚刚就是律师也有讲到，其实他即使他去出席这个庭讯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保持他的缄默权，他也可以不用做任何的回应。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也许他昨天的拒绝，也或许如同有一些人所猜测，觉得他只是表现一个态度，为什么还要再出庭？但是目前来说，北检自己说的是身心状况，那身体状况我们不清楚，但心理上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被关押在这个羁押庭，就被关押住、被羁押住，所以导致柯主席他现在其实心理上有一些没有办法去对应在法庭上对应。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是这一点。那昨天其实很多的小草群组，大家的确也会认为说
连北检都说目前柯主席的身心状况可能不适合出庭。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担忧会越来越深。那过去大家也知道，柯主席他这次被羁押的状况，其实北检是没有掌握到一个实质证据之下，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选民，大家已经开始对于北检甚至这个执政党的司法调查是有很大的怀疑。那在接下来，如果执政党还是一直不断在没有实质证据之下一直羁押他、关押他，那我觉得其实民众对于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反弹更大。但是呢，也许柯文哲主席他当时的一个判断，有可能也是身心状况觉得不适合，那他也想要做出一个态度的表态，这都是有可能的。只是我认为，如果他只是为了要表态，不想要去回应的话，他其实大可出席，然后但是保持缄默。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但是也希望就是民进党政府不要操作过度，因为你操作到今天这为止2个多月了，其实你都找不到太多重大的证据指明柯文哲本人有涉贿、有收贿的状况的话，你再操作下去，我觉得是适得其反。检察官是说柯文哲因为要考虑他的身心状况，所以就尊重他，下次再说。对，上有。这有2种可能，一种是真的身心有状况，一种是检察官为了自己的面子。对，也是。我现在要具体你就是不来怎样，实话很丢脸啊，对不对？那只好说，因为他身心不好，所以让他不来了。因为律师能够把他从监所这个提出来吗？是可以提啊。那他如果来了，我就不出来，你把我怎样？把我5号大绑绑出来啊？对你当然是有强制力可以使用啊，但是有没有必要嘛？今天如果被告已经跟你表明了说我会行使缄默权，我昨天才开一个案子，那个是被告的女儿被传去当证人，然后他就说他是我爸啊，所以我拒绝证言。这是可以的。对啊，检察官就说那我要一个一个问，让他一个一个拒绝。然后其他我们不是他的爸爸的律师啦，我们是其他共犯的律师，我们就说你这没有必要吧。因为那个女生才大概20岁，念大学。我说你就是怕她什么时候就等着要看她什么时候说错话吧。后来法官说好了，她既然拒绝证言，你就不用问了。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检察官来讲是一样的意思，说你今天柯文哲已经表示我不要做证人的话，我其实没有必要硬把你提来，只是说最后我这个案子要侦结之前，我一定要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你自己如果放弃这个机会，那是你的问题。好，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就是不自证己罪嘛，对啊，对啊。你说我就是我不自证己罪，这是法律上规定可以的。第二个就是直系亲属的人，我可以不作证。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假设朱雅虎说我是透过谁谁谁，然后我就我的所知，这个钱最后是到柯文哲那里去。那从检方的立场，我要给柯文哲一个说明的机会啊。对不对？人家都说都是你钱呢，我都拿走了。那柯文哲我总要给你个机会说没有，我没有拿，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吧？所以我站在检方立场，我一定要问你的。那当然，柯文哲可以选择说我什么都不要答，那这个还是柯文哲自己的权利。对他说我到法院再说嘛。对啊，反正检察官已经先入为主，我到法院再说。他也当然可以这样想，可能可以这样。所以到底会怎么样？检察官一定会再提他了。我希望再提他一次，看他到底怎样。我希望不要是跟陈水扁一样的做法，就到最后就说我生病了，我现在是废人，好，我只有大拇指可以动，然后到最后就规避审判。好，我希望不会是走到那一步。看起来不像了，目前看起来不像了。休息一下再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吧，沈庆金收押了32天，3次抽序哦，然后呢说这次情况很危急。那台北看守所证实说，医生说要办理住院，要给他住院啊。那另外呢，这个说第5度介护就医，3次送医，但是第5度介护就医，他的律师说状况很不好，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交保哦。那叶律师觉得他有可能交保吗？那交保有没有串证的可能呢？我觉得交保机会不大，那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避免串证嘛，尤其现在因为他否认有行贿。好，然后那个李文忠那边也否认有行贿，好，但是朱雅虎承认有行贿，好，那这样子，而且看起来朱雅虎又跟他同一个集团，所以检察官当然不太可能说这个时候让你们有的人在外面，有的人在里面，一定会全部压起来。那所以除非他的状况真的很严重，有客观的医疗团队认为说你不保外就医的话，没有办法恢复健康。好，那当然，所以我觉得正常状况下，检察官这个是不会把它放出来，但是可以
借户住院嘛，可以借户就医嘛？借户就医，对啊，对啊。那他的这个人头用人头当这个员工当人头，就每个人，那员工也招了是上面给的钱了，但是上面不一定是沈清清给的，也是其他的主管的，能不能牵扯到沈清清？就是基本上一定有可能会有断点嘛，对啊。那所以到底员工讲了什么？那如果沈清清出来了，坦白说，我今天如果是员工，我知道沈清清出来了，我心里压力一定比较大。老板在里面跟老板在外面，那个一定是有差的啦。因为会沈清清亲自给你30万吗？还是就交代谁，你给他30万好了，对不对？那个点到底怎么招？谁给的？应该是说这整件事获利的就是整个威金集团嘛。威金集团哪一个人会神经病的说公司赚钱，所以我个人给你210万，你们7个人拿去分一分，然后同一个人30万去，不合理吧？他一定有一个人干这个事，然后这个人找来问他是谁给你的，谁交代你的，大概是这样吧。对，所以大陆常常断点，就是说，你看大陆很多那种贪官哈，连续假日之前就跟秘书讲一下说，不要找我哈，我要去休息。要想想看啊，要不然就出国了，要不然就跳楼了。跳楼就断点了，因为一跳楼你就很难从下面再找到上面嘛。所以这东西断点就没有办法了哈。那柯文哲突然拒绝出庭应讯了哈。那郝龙斌说是责任推不掉的，个人造业个人担。因为郝龙斌昨天是主要出席那个基隆罢免案的这个民调了啊。所以呢，记者问他，我在旁边，我知道记者问什么了。很多时候记者也逼你了啊。那记者问他：“你跟朱耀坤闹翻了吗？”说我没有跟朱耀坤闹翻啊，只是以前市政府员工啊，我们2-3个月大家这个一级首长会聚合在一起吃个饭。只是朱耀虎到了威晋以后，他觉得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就没有参加这个聚会。你也参加对不对？我们好市府说真的很团结。你看我2007年进市府当法规会主委，好，那我们是2006年到加8年，2014年任期结束嘛，现在都2024了，所以任期结束到现在10年了，大概就是每3个月，然后大家就会聚一次会，大概就是3桌左右，所以基本上一级主管至少大概7-8成都会来。好，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打过仗。你跟朱耀虎同时担任主管过吗？对，朱耀虎8年都是兵役处长，我当了5年的法规会主委。什么样的人？人非常的聪明，然后使命必达，然后而且反应非常快，非常会说笑话。好，然后也很会跳舞，也很会喝酒。好，就是这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好，那的确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离开市府了，然后但是中公集团跟我们有一点点矛盾，主要是在那个时候双子星的时候，他们优先缔约的那个获得优先缔约权的马来西亚花园广场集团被中公整个打掉。那在这个过程里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可是邱大展财政局长莫名其妙被起诉，那当然就是因为中公这边推波助澜，不断攻击说市府有人有贪渎有干嘛，后来邱大展最后是无罪嘛。可是这个过程里面，中公集团的手法是比较我们不太能接受的。那到最后，朱雅虎、朱将军去威尼集团做事，中公这个集团做事的时候，当然有一次来吃饭的时候，好，然后走的时候就有一些其他的首长就跟他有一点点局域，好，那后来就没有再来，大概是这样。那个时候市长也不在了，所以市长大概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是朱雅虎因为后来就比较不好意思来这样子。好吧，因为呢，这个他说没有跟朱耀虎闹翻。昨天就有记者问他，这游淑慧现在拼命咬这个柯文哲，是不是要帮你什么？帮你，他说要帮他这个有一个就用2个字，我现在突然一下忘了，说帮你谢责还是什么东西，好像是谢责。什么用谢责？就郝龙斌说我什么谢什么责？讨公道。这是我这护长有功啊，我很骄傲，这是我一辈子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干嘛需要游淑慧帮我谢责？所以大概有这一段的过程了哈。谢责，对，所以我就看这2个字要谢责，不需要替我谢责，谢什么责啊？那因为黄珊珊有说东方文华说郝龙斌搞了，郝龙斌是搞错，那是马英九人的事情了。马英九真的核准了，跟我什么事？而且呢，他也替马英九讲说，当时东方文华是总容积率加25%，跟这个金华城在560容积之上再乘以24，等于加了112%。这基础是这个 base 是不一样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还有这小草了，所以小草呢这个钱呢流入木可账户，那有人说是李文忠建议的，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木可党的钱，竞选这个的钱，好像中间还有一个基金会，中间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所以呢，简舒培就怀疑是不是党库通私库了，怎么跑到民众自身斗内，跑到这个木可。那后来呢，徐普就解释了，李正皓就说这是隔空串证了，等等哈。那民进党就说呢，这是科幻小说，
我们是合法收政治现金，怎么又变成贪污犯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来我们看一下，个人造业个人担一句话开呛人正羁押禁见中的柯文哲，毕竟当初卸任时，郝龙斌一度被柯文哲扣了好几顶弊案帽子。他现在要推责任也推不掉了，那我们还是尊重司法看司法调查结果。昔日所受的气，现在似乎做的回力镖打向柯文哲自己。对于金华城案，郝龙斌更强调无愧于心。我护产有功，金华城这个案子，是我在市政中间很光荣的一个印记。我觉得我善尽了我做市长的责任，我也对得起所有市民。那黄珊珊指控的东方文华案呢？上个月19号，黄珊珊可是大动作开记者会，点名郝龙斌也图利。你可以看到它的基准容积率加基准容积率乘以50%，再加25%，这是何等的图利啊！他是在转移焦点。第一个就是东方文华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在我任内，是在马英九市长的任内啊。第二个就是东方文华这个案子里面，东方文华的业者捐了一个公园，然后我们给他25%的容积奖励啊，那所以它是容积加25%，而金华城是20%容积是在560上乘以20%是112。1个多礼拜前的争议，郝龙斌至今才轻回，或许也因此，针对郝龙斌的指控，黄珊珊办公室回复联络不上委员，没有回应。现在金华城的案子检调大概我想已经慢慢的厘清出这个金流的部分了哈，因为我们看到说过去大家可能想说，这些财产不明的部分是不是这个威金集团，然后将这样子一个不正利益交给柯文哲，或者是交给其他的人，但现在看到说这个钱似乎是进到了政治现金专户那我们看到说，因为李文宗是作为柯文哲当时在竞选办公室的财务长，那大家可能以前都会觉得说，那这个钱或许是进到某个人的口袋，但是现在居然是查到说，恐怕就是当时朱雅虎或者是威金集团等人，他们将这个钱，然后透过人头的方式来去捐给台湾民众党。因为其实这几个时间点，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是非常非常巧合的因为在2020年的3月10号，也就是呢，当时应小薇在便当会上面跟柯文哲提到金华城的事情，当时3月10号，而7天之后，3月17号，金华城就将他们针对容积的这个陈情信送到了市长室。送到了市长室之后呢，市长室就往下交办给都发局。而这个政治现金是到什么时候落入的呢？就是在3月24号到3月26号之间，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敏感，而且后来到3月27号，而后到5月。金华城这个案子就进到了都委会来去做讨论，所以整个时序你来看的时候，这个钱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进来？而这些被约谈的这些所谓金华城的，包含法务经理啊、监察人啊，这些人去约谈之后，现在周刊披露出的消息是说，他们都承认这个钱并不是来自于他们本身，而是公司给他们，然后叫他们用他们的人头去捐给台湾民众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个为什么要用人头捐款？第二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特别来去捐给台湾民众党？偏偏就是威金集团将金华城的案子送交市长室陈情的这个时间点之后，这会让人家起人疑窦。而且大家还不要忘记李文宗他其实除了是柯文哲竞选办公室的财务长之外，他自己本身还是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然后包含大家过去木可公司所质疑跟政治现金金流勾结不清的这个木可公司的负责人是李文宗的妹妹，而先前也有传出。李文娟就一直讲说，其实我也不是实际上木可公司财务的负责人，实际上都是我哥哥在处理的，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李文宗在柯文哲的身边扮演一个在财务上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觉得最可恶的是，你可以看到柯文哲从他自己的政治现金到木可公司，到众望基金会，到新故乡基金会，甚至到现在连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恐怕都已经是变成柯文哲的几个小金库，在这
边让他各自的来去作为他金流的平台，每一个钱在这几个平台里面转来转去，我觉得这个是过去真的是没有政治人物敢做的事，柯文哲都做了。那我觉得现在柯文哲他决定说他不愿意受到提讯，然后不愿意来回应检察官。那我认为大概有几个可能啊。第一个可能是他真的因为朱雅虎认罪的关系，因为真的贿赂罪一个巴掌拍不响，已经有人讲说他有送钱，那到底是谁收了钱？那收了钱又流向何方？所以我认为柯文哲或许第一个在精神上面有真的被受到打击，第二个就是他选择采取说，好，既然检调你们都已经查到这里了，那我就等你们起诉，我接下来都不想针对你们的讯问来做任何的回应，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方法。可是问题是，整个金华城案到现在啦，我必须要说，现在司法调查都在进行中，可是民众党包含黄珊珊的过去的这些回应，第一个法条引用错误，第二个又要拿其他包含东方文化的案子来做类比，就是完全是不伦不类，而且完全是不同的比较基准。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还给一个司法能够纯净的空间，让司法来厘清真相。好吧，就现在有2种讲法，一种是说柯文哲那边可能是有问题的，第二种说是因为他的个性，他就认为我爱做什么就什么，就是没问题。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不好？这个柯文哲的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调查局针对民众党的资金也密集约谈相关人员，要厘清木可公司与民众党的金流。现在传出有办案人员追查发现，木可银行的外币账户中有来自民众党 YouTube 频道“民众之声”的斗内捐款，合计高达数百万元。也就是说，这些小草们的 YT 捐款疑似流入了木可的账户。民众之声的斗内，它是政治收入，而且也印证了一件事情，我相信他们也掌握的资料就是没有1分钱被挪用，而且这个最后的目的就是用在民众党身上。会有这样的质疑，是因为有知情人士透露，徐府原本希望将民众之声 YT 频道的斗内设定成为众望基金会的账户，但身为柯文哲竞总财务长的李文宗却建议直接使用木可的账户就好。随后他便顺从对方的建议，不过对此徐府也澄清，民众党的所有收入就是政治收入，一切都是合法使用，也一定会用来指引民众党的开销，要支持者可以放心。佩君，还有现在议会有3个专案，对不对？3个小组，对，但是一个个都有结论出来了，就是。现在那个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6月的时候结论都做出来，然后就是给检调去做这个参考啦。然后我们就是行政调查嘛。那这个里面成员让君也知道，就是跨党派都有。所以其实我对陈佑成昨天讲说这个调查小组遇到柯文哲就转弯啦，然后这是什么政治上的一些破坏，我其实对他这样发言，不同意见书好像。我对他这样发言其实蛮失望的，因为佑成其实算年轻一派的新的议员，那特别这个民众党在议会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新政治的代表。那针对这件事情，他要替柯文哲、替民众党说话，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啊。但是他这个用的词或者是理由，根据的理由，起码你要根据事实，看哪一点你觉得不合理，你去反驳，而不是这个全部糊在一起说他不管了，这就政治迫害，只是国民党这个对我们欺负我们，讲这样子的无助于厘清真相，甚至也没有办法去对这个中间对这件事情可能还没有想法的民众，我相信现在一定还有很多人觉得雾里看花，到底是柯文哲有还是没有，还在观察。那我认为民众党陈佑成对于这个议会调查小组的报告做出这样的结论，把它抹成说这是国民党在对柯文哲的这个迫害或者是欺压，无助于把民众党从这个泥淖中拉出来。老实说，我觉得郝龙斌市长已经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大家可以去看他从金华城这个风暴至今以来的所有发言，他并没有去这个主动的落井下石，或者是针对柯文哲讲一些幸灾乐祸的话。相反，他基本上都是媒体问到当时他在做市长的时候，或者跟他有关的案情，像刚刚这样子，他要去被迫或者是这个被动的做一些回应。那其实大家去观察回想一下，2014年这个柯文哲当时刚当选，意气风发，这个所谓要调查5大案的时候，对郝龙斌的那个基本上我觉得不叫做调查，叫做羞辱哦。那政治就是这么现实，10年之后，现在人在看守所的不叫郝龙斌，是柯文哲，所以有事说事，我觉得是不变的道理哦。那
现在刚刚吴育轩讲，我刚刚手板就是这一张。吴育轩说这个民众党不要回应科幻小说，这句话我同意一半，因为基本上这消息不知道哪里来的，到底是特定周刊成为人家放话的工具吗？这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调查？不知道，所以我同意民众党也许可以不用回应这样的事情。那但是这不代表说这个他不用去解释清楚来龙去脉。朱亚虎现在认罪的部分是讲说他在2020年3月在沈庆金的指示下，把210万分给7个员工，然后当人头去捐给民众党政治现金。如果只到这里，那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可是如果你讲的说这个政治现金跟金华城的容积是对价，那就变成汇款了。汇款不管是20亿块、210万、2100万，它都叫做汇款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不用现在急着下定论了，因为这笔钱基本上柯文哲或民众党一定不会说这是对价，起码现在一定是这样说。可是法院上最后一定要出现柯文哲跟朱亚虎之间的对质，或者其他更铁一般的事实，比如说通联记录，或你们怎么讨论这件事情。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再来讲说这个柯文哲要负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事情啊。那至于这个调查小组做出来，我还是讲民众党如果要替柯文哲或替民众党说话，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不要用老派的那一种说啊，这都是政治迫害，这都是国民党欺负民众党，或者说这是替前朝卸责，真的大可不必了。因为这个法院的裁定书里面呢，朱亚虎承认那个行贿，法官引用的是违背职务收贿，所以呢，他就不单纯只是违反政治或政治现金法这个相关的问题啦。那只是在说到底，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单位出来说他到底是行了什么贿。对，收了什么贿？谁拿了钱？对，谁拿了钱？所以说那个30万，然后那个7个人，那个也是媒体报道的啊。没有人说这个朱亚虎是在这件事情上执行，而且就算是有这一桩事情好，是不是只有这一桩？还有没有什么？如果说只是说威金集团要7名员工，一个人30万，然后政治现金，这真的很小儿科这个不算什么耶。以金华城这么大的获利来看的话，他一个很可能呢就是给现金，另外一个就是海外账户。而且我从威金小省，从中工跟台北市政府的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也不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它还有雨果市场也是中工工程包的所以这个问题这么单纯吗？只有这一桩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要靠这个检方的努力啦。你要确实的把金流找到才算数嘛。我想补一下就是刚刚在说民众党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收到的钱是到木可公司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基本上政党是不可以从事盈利行为。如果你说对于 YouTube 账户的斗内是给政党的政治现金的话，那你就应该要进政治现金专户啊。怎么会说我今天你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斗内给你的钱，最后你是放到木可公司？那意思就是说木可公司是民众党洗钱的工具吗？所以我不太清楚徐副秘书长这样出来在电视上这样公开讲，到底有没有查清楚法律的规定？我觉得你根本就在自证己罪，这不对嘛？我觉得那7个30万210，跟朱亚虎说他承认行贿是两回事情。我觉得对啊，应该是应该是不一样。首先我想讲就是首先刚刚那个乃丽姐讲那个200多万的，第一个它的来源是什么？这个消息的来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刚刚的讲到律师讲到这个民众党民众之声的斗内进到这个木可公司，其实这个也是从某些周刊讲关键证人指出，所以其实他们这些消息，徐府公开讲的，没有，他是说他有回应这件事情他说。我们民众之声基本上这些都是政治现金收入，那一定是进到我们自己的户头里面。但是它未来有没有因为跟木可公司有发生一些买卖或是服务上的交易而进入木可公司，那个是另一回事。那所以当然还有一些周刊爆料这些，我觉得我们就不会去多予以回应。那前面郝龙斌市长他有讲个人造业个人担，我觉得这个其实他的这个评价，我觉得也是中肯啦。每一个人本来个人造业都是每个人要担，所以他其实讲这句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那到底柯文哲本人有没有造这个业，我们现在都还是打一个问号。那我也必须讲，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太多的这个消息都是从不明来源一直不断的
一直不断的丢出来。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大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柯文哲这个案件已经某种程度大家舆论对他的这个想法已经开始有一点要往下走，开始越来越多人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刻意操作的案件？但是呢，这个礼拜又开始丢出了很多的新闻，我们就希望更多的民众大家可以再好好的仔细去思考一下，这些时间点上会不会都太巧合？上个礼拜刚好柯文哲他的民调有稍微回升，那赖清德的民调又开始下降，是不是又是有下一波的政治操作？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平心而论，好好的持中立的态度去看。没有那个关键是因为那个朱雅虎原本希望将斗内的金额直接汇到众望基金会，但是李文宗建议直接用木可的账户就好，徐府便将后台斗内账户直接设定为木可的外币银行账户。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绝对跟发言人您讲的是不一样的状况。那小牛，这个我觉得到了最后，这件事情都是政治诠释了。因为你看，现在北检办案其实没有办出什么进度嘛，但是你每次办案放出的新事证，或者是检调做的一些新的动作，到了最后都会跟政治挂上边嘛。比如说他新找了朱雅虎来，然后去问的话，民进党这边当然发动说，这跟你这200多万的政治献金有没有关系？他就要跟你做连结嘛。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题目，就是说为什么柯文哲不太愿意出来应讯，对检调没有信心嘛？他担心他讲那个话又被刻意连结，好不容易本来这个火稍微有平息下来的趋势，他万一这样子，也许又会出现新的破口跟新的打击。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是觉得大家应该要还郝龙斌市长一个公道，这不是卸责啊。是他过去把关确实是于法有据嘛？当然你可以讲容积部分有裁量，这个东西后面都可以做争辩的。但是我觉得柯文哲对这一波里面打击最大的是，他用很高的标准看待蓝绿嘛。但是其实就每一个公案，他以前讲5大弊案，到他任内的这几个案子，其实或多或少都有市长裁量的一些空间。那能不能做到标准一致，我觉得才是民众党现在面对比较大的政治压力。好吧，柯文哲喜欢讲一句话，拿刀叉吃人肉啦，跟财团。他自己到底有没有？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有个派出所所长去临检了然后呢查了一个女毒虫拒检，就拖着她后来呢撞护栏死亡了那这个所长学历还不错师大毕业的，然后又考警校的这个研究所那所以呢，现在这个警政署长说，是不是要提高新兴毒品的刑度？什么叫新兴毒品？我们脑筋毒品就是什么安非他命啦，什么吗啡啦，什么这类东西鸦片的呢？新兴毒品所以叫做丧尸烟弹3个月呢，已经有2个新北的员警被害死了那什么叫做丧尸烟弹呢？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叫做依托米酯那是一种麻醉剂，医疗的麻醉剂，他们把它放在电子烟里面，就变成毒品了然后人会颤抖，会僵直然后呢会永久性的这个神经损害，呼吸终止所以叫做烟尸毒品丧尸毒品丧尸毒品。那另外呢，这个它是第几级呢？所以现在是属于第3级还要等到正式公告以后才能施行那么这个所谓新兴毒品呢，不只是这个东西了新兴毒品还有很多其他的，一种是伪装样式多元，出来的东西才能包装成不同的样式。另外呢，它混合成分多元，混了这个混那个混那个，然后他们是以青少年是这个贩卖的目标。所以当然很可恶了对身体、心理都有很严重的伤害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撞死所长这个事情。盘查违规停车，所长刘忠兴却丢了性命。当时执法影像曝光，他都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轿车拖着走，不晓得是想阻止还是异物卡住。轿车在市区狂飙，还被拍下超速，车辆左摇右晃，最后撞击路边护栏还不停，直接闯红灯离开。所长当时跟同仁就在天桥底下这边盘查可疑的女驾驶，但他却拒绝，反而加速油门往前冲。所长因此惨遭拖行300公尺远，最后撞击到中央分隔岛才伤重倒地。这一撞忽然出现一个大缺口，所长的防弹背心和鞋子都留在现场。同事忍着伤痛，见识还原车祸经过，但英勇的所长送医却伤重不治。
车祸地点就在土城金城路裕民路十字路口。30号深夜11点，女驾驶因为在法院外违规停车被盘查。白天重回现场，中央分隔岛的护栏缺口已经被捷运工人修复。辖区警方连夜追查，持拘票抓人。原来女驾驶犯案后，先把车停在中央路2段的停车场，再走路去朋友家躲藏。30岁的陈姓女驾驶有毒品前科，事后包包内被找到的物品还含有丧尸烟弹和毒品安非他命。是不是毒驾对家属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所长这执勤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你知道你撞死人了吗？你知道你毁一个警察的家庭吗？有没有毒驾还有待尿液检查结果出炉，看看撞毁了轿车，车窗都碎裂，右边车壳还留下明显撞击痕迹，就是想把女嫌犯拦下。所长卡在护栏和车体，遭受猛烈冲击，人最后落网了，但警界也痛失一个认真警官。好了，我们路上常常遇到临检那这个警察常常探头伸手到车里面，我在节目也讲过很多次那美国警察要拦检，这很严肃，你手不要动。我们都被教留学生告诉我们学长，手放了不能动。你要去拿驾照的话，都要跟警察讲说，我可以去拿驾照吗？否则他就会拿枪，他当场把你打死了。那他也不会把头什么伸进来闻什么。我们常常先伸进来闻看有没有酒味。好可怕这我常常讲，这个蛮危险的。我们警察做很多事情都是很危险，比如在路上指挥交通，在那个马路中间。也没有一个高台，在马路中间走，万一那个他不要说故意撞你，他车子失灵了怎么办？车子出问题怎么办？就会撞到所以都是我们这是冒命在执法那所以呢，那警察就讲说，因为他有正义感，所以叫他就把头伸进去了。警察执法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是蛮重要的啦，最好要小心的。叶律师。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蛮危险的，而且就是今天我觉得毒品泛滥然后政府一直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来，然后就是看到，然后另一方面你又把死刑变成实质上废死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应该要给一个交代啦，就是你怎么样去解决就是大家不把法律的刑度当做一回事的问题。然后呢，你怎么去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因为你吸毒以后，其实你本来就是处于一种不是很正常的状态。吸毒和在杀人有没有减轻其刑？没有，因为他已经懵了，他不知道杀人。那个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到一个让自己懵的状况，就跟你喝酒一样嘛，就酒驾也没有减轻其刑，反而会加重好吧，这个现在有37个死囚，因为大法官解释说部分合宪，所以呢，立委就问了那法务部你要把他们怎样？因为要不要执行是法务部要执行的那国民党党团说这不四不像嘛，是保护加害者嘛，所以受害者都很不爽嘛。那当过检察官的吴宗宪也骂大法官说，大法官是千方百计帮他们找免死的理由那另外呢，会不会被放出来？法务部长说不认为法院会不押那他现在又不能判他死刑，我们又没有这个无期徒刑，就终身监禁，那叫法院怎么办呢？来，小牛，蔡清这个法务部部长的回答就恰恰是问题的核心他说我们要对法院有信心，请问现在台湾的社会当中谁对法院有信心吗？今天大家谈废死，那是一个人权的价值，可是公平正义难道不是社会的价值吗？那我们现在作为民意代表，我们要反映民意嘛？你解释宪法是你大法官的工作，反映民意是我们国会议员的工作。我们所有接触到的，我相信几位议员或者是前辈也都一样社会大众是焦虑的嘛。对于法律能不能贯彻公平正义的价值，能不能为人民伸张正义，随便问10个，8个反对，8个质疑，那表示整个社会目前对司法是失去信心的。当社会对司法失去信心的时候，你还跟讲人权价值，你只会加剧这样的问题嘛？我们刚刚讲警察的执法、毒驾，对不对？割喉、诈骗这些东西，到了最后，法院真的法律有帮被害人伸张正义吗？叶律师他现在帮他打非常上诉什么，总是有一个程序，但最后怎么样？这些人不，因为大法官已经讲了，就是说你一定呢必须要全体一致决，而且呢你必须当初在最高法院你就要进行言辞辩论程序，这2个条件缺一的话呢，那你申请非常上诉以后，最高法院原则上就要废弃掉原来的判决，那就重来重审。那我觉得其实委员可以做的一件事是考虑修正宪法诉讼法。那大法官既然说死刑的判决在最高法院各级法院要全体
体一致决嘛。关于死刑的宪法判决也要全体一致决。释宪要不要一致啊？那奇怪嘛，就只有关于死刑的宪法判决，你也要全体一致决，否则无效。好，而且溯及既往，因为大法官这个判决也是溯及既往啊。好，那我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嘛。在美国，现在还有50个州里面有27个州，加上萨摩亚这个领地是维持死刑的。那联邦是这样，2003年以后大概就违反联邦法律的都没有被执行死刑。川普上任以后，2019年他们就说要开始恢复执行。整个在川普的任内啊，有13位死刑犯被执行。我的感觉是这样，一定程序正义一定要维持，一定要不要随便判人家死刑。但是你如果所有的证据都非常清楚，他本人是不是承认他这个犯行，那罪大恶极，该执行死刑就要执行死刑。感觉。我觉得现在当然这个大法官。